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诚意演太子临更新当捕快，两京15日为播仙诈，40集之讲15天故事，一集难道只演半天？最近有个剧的设定，听着就让人有点上头。一部整整40集的古装传奇大作，拍的啥呢？拍的就是短短15天里发生的事。掐指一算，平均一集电视剧的时长，刚好差不多是故事里的半天。这可不是什么穿越玄幻，而是马伯庸小说改编的《两京15日》，讲的正是大明太子朱瞻基如何在15天内从南京狂奔回北京的故事。消息说这剧砸了重金，演员阵容也亮眼。可这40集拍15天的节奏，是细嚼慢咽还是注水拉长？戏还没播，争议先来了。故事根子就在明史里那冷冰冰的40个字：夏4月，以南京的吕雉命往居首。5月辛巳，仁宗不遇，喜书诏骸。6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洪熙元年，皇帝病重，一道急诏发往南京，召太子朱瞻基立刻返京。但这哪里是一次简单的归家，这分明是一条铺满了刀尖的死亡赛道。太子人还在南京，北京那边，他的亲叔叔野心勃勃的汉王朱高煦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从南京到北京2000多里路，汉王的人马、江湖的杀手、神秘的势力，全都等着要他这个储君的命。于是一场堪称明朝版生死时速的运河大逃亡就此开幕。我们的男主角，也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在剧里由程毅饰演。他出场时可不是什么英明神武的模样，史书里记载他酷爱斗蟋蟀，是个有点玩物丧志的纨绔子弟。剧集一开始，他就是个在南京城里提笼架鸟、沉迷醋汁的闲散王爷。突然而至的追杀和沉船，把他从云端直接拍进泥里。他身边什么东宫仪仗、护卫亲军全没了，只剩下一身狼狈和3个看起来极其不靠谱的临时工队友。第一个队友是南京城里的一个酗酒捕快吴定元，林更新演的。这人走道有点跛，整天醉醺醺的，脾气又臭又硬，看上去毫无前途。但偏偏是他在太子落难时，凭着底层摸爬滚打的本能和一丝未泯的良心，硬生生从杀手刀下把太子捞了出来。更复杂的是，这个看似滚刀肉的小人物，身上却背负着惊天身世之谜。他是前朝建文旧臣铁铉铁尚书的后人。靖难之役，铁铉因死守济南，反抗朱棣被残酷处死，家族几乎灭门。朱家是吴定元不共戴天的仇人，可现在保护这个朱家太子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出路。这种拧巴到极致的内心挣扎，是这条逃亡路上最刺眼也最人性的火花。第二个队友是个女医师苏京熙，由江佩瑶饰演。她冷静、聪慧，医术高超，是这个小团队里唯一的稳定器。但她跟随太子的目的同样不单纯。她的闺蜜被宫廷殉葬制度夺去了生命，她深入这场权力游戏的核心，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向吃人的制度复仇。一个为私仇，一个为公义。这2个小人物与太子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构成了戏剧最坚实的三角。他们的交通工具不是骏马，而是运河里形形色色的漕船。这条京杭大运河成了整个故事真正的舞台。剧组在这上面显然花了血本。从已透露的特辑来看，漕船追逐、水上激战、码头搏杀，场面拍得很有实感。运河不只是背景，它是大明帝国的血管，漕运线上，盐商、漕工、官吏、军队、叛匪三教九流汇聚，每一步都是危机。太子4人组
要混迹在臭气熏天的曹船上，要躲避在鱼龙混杂的市镇里，要从扬州到淮安，再从济宁到德州。他们遭遇过唯利是图、与官府勾结的豪商，也遇到过被苛政逼得走投无路，索性造反的曹和老兵业不收。这些遭遇，像一把把锤子，猛烈敲打着那个曾经知道蟋蟀的太子。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他朱家的天下，他未来要管理的子民，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汉王朱高煦，则像一片巨大的阴影，始终笼罩在运河的上空。这位在靖难之役中成功卓著的王爷，对皇位的渴望从未熄灭。他劫杀太子的计划周密而狠毒，几乎算无一策。但他低估了一点，那就是一群被逼到绝境的小人物所能爆发出的惊人能量，以及这场逃亡对太子朱瞻基的残酷重塑。太子在学会躲藏、学会信任、学会忍辱负重的同时，也在吴定远、苏京西这些仇人或局外人身上看到了忠诚、义气和超越个人恩怨的道义。历史记载，朱瞻基最终成功了。他在良乡接到了皇帝的遗诏，顺利回到北京即位。但两京15日要讲的，绝不是这个众所周知的结果。他要呈现的是史书上绝不会记载的那15个日夜，运河上的血腥味，市井里的叫卖声，盟友间的猜忌与托付，还有一次次命悬一线的惊险。据说，剧集会大幅保留原著的结尾。吴定远与苏京西完成了各自的使命后，并未融入新朝的光辉，而是选择了极具悲剧色彩的退场。这种不妥协的结局，或许正是马伯庸 IP 区别于普通古装爽剧的硬核所在。当一部剧用40集的篇幅去显微镜般凝视一段仅15天的历史裂隙时，它或许会拖沓，但也可能为我们揭开一个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真实明朝。那里没有清爽的滤镜，只有运河的淤泥与汗臭；没有绝对的中间，只有生存的挣扎与信念的抉择。那么，当一个饰演过深沉司凤的演员程毅撞上一个以痞帅闻名的演员林更新，他们带来的朱瞻基与吴定远，是会还原出历史夹缝里的灰尘与血肉，还是仅仅演绎另一段被包装精美的宫廷传奇？这场昂贵的运河马拉松，值不值得观众花上40个夜晚去陪伴？答案只有在2026年剧集播出时才能见分晓了。只是不知道等到剧集播出那日，大家是会更热衷于讨论太子如何逆袭，还是会为那个身负血海深仇却最终走向毁灭的跛脚捕快意难平呢？